俄方突然提出的无条件谈判，普京是扛不住要认输，还是故意拖延时间，为发起总攻的做准备？这两天各平台讨论最多的焦点就是俄罗斯副外长维尔西宁在11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俄罗斯这是转性了？怎么突然就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善意？难道俄方已经认识到俄乌冲突拖的时间越长，俄方胜利的希望就越渺茫，所以是想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问题是，无论是乌克兰还是背后的美欧等西方国家，都没有与俄罗斯谈判的欲望。而且俄罗斯提出的无条件谈判怎么看都像无条件，毕竟维尔西宁的原话是，俄罗斯准备好通过对话结束冲突，但前提是乌方不能有预设条件，谈判要在既定的现实基础上进行，并考虑到俄方此前提出的目标。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不能有预设条件，就是说乌克兰不能在谈判前提条件，而在既定的现实基础，则是指俄罗斯已经占据的5个州不可能再退给乌克兰。5个州是指克里米亚半岛和乌东4地。最后考虑俄方此前提出的目标，则是要乌克兰完成俄罗斯此前提出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中立化等目标。简单的说，俄罗斯所谓的无条件谈判，就是要按照俄罗斯的意思去谈，摆明了在玩文字游戏。如果要是真的按俄罗斯条件进行谈判，那在现在5个州归属俄罗斯的前提下，俄罗斯会在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必然是要求剩下的乌克兰保持中立，通过修宪把中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要完成去军事化等目标。可如此荒唐的要求，怎么能让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接受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1日报道，乌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当天表示，俄方的声明表明，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是不可能的，只有乌克兰的胜利才能结束欧洲战争，并指责俄罗斯不愿离开他占领的领土，也不愿为这场几乎长达1年的冲突承担责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同日重申，要由乌总统泽连斯基来决定谈判是否合适以及何时合适。华盛顿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以便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成功对抗俄罗斯，因为这将使泽连斯基在谈判时一切顺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也对，好好一个家被强盗抢了不说，还要让受害者承认不是强盗的错，这是谁也无法忍受的。由此看来，俄罗斯的善意是要加引号的。那俄罗斯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提出的和谈，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次俄罗斯的无条件谈判底线不仅是一点也没动，而且还旧事重提，要求完成此前提出的目标，明显就是绝不退让，甚至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在里面。一看就是俄罗斯贪得无厌，想要在谈判桌上获得战场上更多的东西。因为截止2月11日，俄军仍未完成对顿涅茨克东北重镇巴赫穆特的合围，而且俄罗斯的基本国情也愈发力不从心。要知道，俄罗斯除了在乌克兰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惨烈厮杀外，还要与作为乌克兰靠山的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进行对抗。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频繁发动制裁，迫使作为其财政支柱的石油出口价格一路走低。根据俄罗斯财政部2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俄罗斯的油气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46%，而同期因为俄乌冲突的需求，政府支出较去年同期上涨了59%，这让俄罗斯的财政陷入了空前的窘境。而打仗拼到最后，打的就是后勤经济，要是经济倒了，战场上是必败无疑。所以在局势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谈判进行停战。但大家看看，就俄罗斯这种毫厘不让，甚至想更进一步的谈判姿态，任谁也不会同意。不知道的还以为俄罗斯在耍威风呢。更何况乌克兰早就提出了谈判条件，只是俄罗斯同样没有答应。
乌克兰的谈判条件是：一、俄罗斯退回1991年国境线，归还克里米亚半岛；二、严惩犯下战争罪责的责任人；三、俄罗斯需赔偿乌克兰损失；四、俄罗斯需对乌克兰提供永久的安全承诺，不再对乌提出任何领土要求。由双方的谈判条件，我们也能看出，即便双方打了快1年，但彼此的谈判底线依然是南辕北辙。俄罗斯需要乌克兰承认国土破碎的现状，并在未来围着俄罗斯转，而乌克兰则希望俄罗斯承认战败，并从乌克兰彻底滚蛋。但就目前而言，双方的诉求显然是无法谈成的，而无法和谈的结果就是继续干。可通过乌克兰战场近1年的惨烈厮杀，我们看到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俄罗斯，国际影响力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他盟友们的纷纷跳反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此地不宜久留，越快离开越好。但从他提出的无条件来看，俄罗斯似乎本身也不想谈。毕竟打了快1年，俄罗斯不可能不知道乌克兰以及西方国家的底线，而在知根知底的情况下，依旧提出这么匪夷所思的要求，明显就是没想谈成。那俄罗斯既然不想谈成，那他还主动个什么劲？俄罗斯作为入侵的一方，即便将战场放在了乌克兰，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打赢了所有战斗，但最终却输掉了整个战争。俄军即便有一定的胜利，但也无法掩盖他们入侵他国的事实，使其彻底失去了主动权，更在道义上彻底陷入被动。更何况，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现状也是一言难尽。因此，俄罗斯才会主动释放善意，以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和为大规模进攻争取时间。要知道，在国际社会上，大多数小国考虑到自己的国情，是会与乌克兰共情，从而支持乌克兰的。所以，俄罗斯才会一方面要打最狠的仗，一方面要说尽量软的话。尤其是在采取重大行动的时候，更加需要对国际社会进行舆论公关，避免成为众矢之的。而俄罗斯政府提出苛刻的条件，是知道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都不会谈，所以才叫得这么真诚，说是无条件，但又要基于俄罗斯控制乌克兰5个州的现实为前提。因此，大家不必对这个示好当回事，摆明了是既要名又要利，想以此来打破西方在外交上对俄罗斯的孤立。另外，俄罗斯每一次主动向国际社会释放善意，都有可能是在释放烟雾弹，因为之前好几次俄军在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时，都会习惯性的发表一下想要谈判的善意，然后习惯性的遭到乌克兰拒绝，最后双方习惯性的拼杀在一起。因此，这次善意的释放，不排除俄罗斯又要组织大规模进攻的可能。况且，战争爆发正值1年之际，俄罗斯需要一个周年大捷来提升士气，而且主动释放谈判善意，并设定一个对方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道义上的主动权，并凸显俄罗斯不得不进攻和轰炸乌克兰的被动和无奈处境。火力军不得不佩服俄军的算盘，打得叮当响，脸皮也是真地厚。当然，正如前面乌克兰对此的态度一样，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绝不会轻易让步，如果让步了，俄罗斯毕竟会继续扩张，成为欧洲的一大隐患。而在这种担忧没有解决之前，如果俄方不示弱或公开表态愿意改变目标，那么西方就没有什么退路，只能继续打。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西方和俄罗斯没有建立起基本的互信，几乎就不存在任何谈判的空间。所以俄罗斯的这次释放的善意，大概率也只能沦为加强版的烟幕弹了。由此看来，俄乌冲突接下来会有一场大战难以避免。俄罗斯向国际社会展现善意，其实是在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让大家看起来缓和了，也让对手放松麻痹一些。而攻击发起的时间应该会在美西方的重武器到来之前发起总攻，否则那些重武器最终会给俄军带来更大的伤亡。
目前，俄军除了继续对巴赫穆特河围外，俄罗斯空军和海军10日到11日对乌克兰南部各主要城市的能源设施进行了空袭及无人机、无人艇攻击，导致乌军攻联合体的高耗能生产停止。其中，俄军无人艇也首次参战，破坏了敖德萨州的一座公路铁路桥。此外，俄军方还提到，向战区运送外国原武武器、弹药和储备物资的铁路也被阻断。这可能是俄方对泽连斯基近日访问欧洲，推动西方援助先进战斗机的回应。而据美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国民卫队公布了一项新计划，打算建立一支解放被占领土的作战部队，新部队将被称为冲锋队。乌国民卫队称，目前已经抽到超过2万份要求加入该部队的申请。此外，美还恢复了在乌克兰的绝密项目。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一直是乌克兰背后的军援大国，不断地为乌克兰提供力量。华盛顿邮报10日爆料称，多名现任或前任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在督促美国国会使其批准恢复对2项乌克兰绝密项目的资助。这些项目在去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已被暂停。如果获得批准，此举将允许美国特种作战部队雇佣乌克兰特工观察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打击虚假信息。华盛顿邮报还在另一篇文章中披露，在过去几个月里，乌军使用美国以及其盟国提供的海马斯等火箭炮系统，打击了若干俄军高价值目标。而据乌方官员透露，如果没有美国从欧洲其他地方提供的具体坐标，乌军难以实施精准打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将于2月20日至22日访问波兰。白宫方面称，此访正值乌克兰危机爆发1周年前夕，拜登将专门发表讲话，表明美方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安全、财政和其他援助。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但也让俄乌双方妥协和退让的空间越来越小。但要是能一次性援助乌克兰超过俄军全部力量的军事装备，战争局势就会一下明朗很多，乌克兰也不会打得如此辛苦。只不过火力军知道这不可能。总之，俄罗斯此次的无条件谈判，火力军还是觉得阴谋的可能性大一些。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